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5月1日。今日講下咧廣東嘅歷史同埋基因問題。嗱，大家知道啦，廣東咧有三大嘅族群：廣府人、潮州人同埋客家人。自明清以嚟咧，呢三大族群咧就不斷移居海外，去到越南啦、泰國、馬來亞半島、印尼、菲律賓呢啲地方定居。所以咧，而家喺整個東南亞咧，整個廣東人嘅文化影響咧係非常之深遠。咁咧好明顯咧，你見到廣東人咧同埋中國嘅北方人咧，好容易係分得出佢哋嘅分別嘅。第一，樣貌係分得出啦，因為我哋嘅膚色、我哋嘅身形、我哋嘅身材同北方人咧都有顯著嘅差異，而五官輪廓咧都係好明顯唔同嘅。咁個原因係點解咧？用基因係可以解釋到嘅。咁啊，其次咧就係我哋嘅語言，無論係廣府話、潮州話或者係客家話咧，講起上嚟同普通話都好明顯唔同啦。以廣府話為例就有9聲。咁啊，而呢個嘅普通話得4聲。普通話咧，主要係因為元朝啊，就定都於呢個大都，後來咧明清咧都係北京建都，咁所以咧整個普通話咧就由呢個北京話嘅發展而嚟嘅。而北京話咧就燕雲16州嘅一個重要地方嚟噶嘛，咁所以北京同呢個嘅胡人啊長期交往，就好多咧係呢個胡語化，所以好多嘅口音，譬如話有捲脷啦、潮舌頭啦。咁呢啲都係啲湖人嘅講嘢特徵，譬如話 K 音好重啦，都係湖人嘅特徵嚟嘅。咁就呢啲湖人咧就包括咗有突厥語系啦，有呢個嘅契丹嘅語系啦，有女真嘅語系啦嘅影響喺裏邊。咁所以咧同我哋講係唔同嘅，而我哋講嘅9聲咧用嚟對應唐詩咧就好聽好多。個原因咧亦都係因為咧長時間嘅移民，中原人咧就嚟咗廣東居住。咁而中原人嚟咗廣東居住，而北方人咧就俾胡人統治，所以咧我哋讀唐詩宋詞咧就準確過普通話無數倍。個原因正係咁解。但係咧坊間有好多傳說去講啦，譬如話我哋嘅祖先係秦朝嘅後代，秦朝正8月咧就留咗好多嘅士兵喺度。咁到底係事實係如何咧？10幾20年前咧做呢啲研究咧，只能夠根據文獻或者係根據語言學去分析。咁結果咧就係好多道聽途說同埋唔準確嘅，好多都係想當然嘅。但係如今呢10幾年咧嘅基因研究發達咗好多，所以咧就推論呢個話題咧就比較明朗好多。今日我就利用咗10幾年嚟一啲嘅科學嘅研究去討論呢個課題。嗱，咁首先我哋要解釋一個地理位置先，就係我哋嘅廣東省咧喺中國歷史上咧係屬於乜嘢地理位置？嗱，而家咧我哋知道廣東省咧個 GDP 係好犀利啦。可以話等於整個歐洲呢啲最發達嘅國家，西班牙、意大利GDP 可能咧有過之而無不及添。但係咧喺古代咧就係呢個不毛之地嚟噶嘛，咁所以咧喺秦朝咧所謂南征8月就打到嚟廣東呢度就係海南郡。咁呢個所謂8月咧同埋咧越王勾踐嘅越咧係唔係同一個月嚟嘅？嗱，歷史上用越呢個字咧用好多唔同嘅用法。首先越呢個字係點解？越係斧頭，根據羅香林嘅教授嘅解釋咧，越係斧頭。咁咩人會用斧頭啊？越人斷髮紋身就係咧，其實就住喺山林嘅地方啲人咧，先成日用斧頭去劈樹啊、劈草啊、斷髮紋身嘅。咁唔方便留長頭髮啦。你住喺啲咁嘅地方又熱啊，係咪？同中原人唔同啊嘛。中原咧就會落雪噶嘛，我哋咧就係南方咧就唔落雪嘅，所以斷髮紋身。勾踐所講嘅越國咧，其實就係會稽山一帶活躍嘅人。會稽山咧就即係吳越，吳越咧就係今天嘅江南、江東一帶啦。而我哋嘅8月咧就喺福建、廣東、廣西為主嘅一啲人，再加埋海南島。咁咧而8月嘅語系咧，其實咧就包括咗有啲少數民族，黎族啦、泰族啦，或者讀傣族，其實就係泰國人嘅一啲嘅近親嚟嘅。所以咧泰語啦、傣語咧，其實係好接近嘅。仲有倭、老撾、遼族啊，老撾、遼族，咁咧亦都係咧8月族嘅。越南啦，越南話亦都係屬於8月族嘅。咁所以咧，其實無論以前嘅泰國人啊、老撾人定係越南人，還是廣東、廣西、海南人，都係咧8月嘅子弟。咁而秦朝咧就派兵嚟征討，派兵嚟征討漢武帝嘅時候，又派兵嚟征討，佢就帶咗好多男性嚟，而啲男性咧就喺當地咧就係殺咗好多本地人啦。然後就係搶親也好，娶妻也好，或者係通婚也好，就同當地人咧就結合生咗啲仔女，就形成咗我哋嘅祖先啊，廣府人嘅祖先，主要就係咁樣嚟嘅。咁但係問題個比例係點樣咧？我哋唔知嘅，因為以前秦朝帶兵嚟咪幾十萬人，
咁啊，佢唔會個個都生到仔女，然後成為咗我哋嘅祖先㗎，唔合理㗎。而且歷史上咧有多次嘅移民喎。咁咧呢一個咧比較新啲嘅研究咧就10年前㗎啦。嶺南民族淵源史，咁就由呢個李輝，上海復旦大學團隊李輝，我之前已經介紹過好多佢研究嘅成果㗎啦。咁啊，佢哋就係做咗個研究測試喎，就從廣府人啊，即係而家整個廣東省主流嘅民族啦，佢哋嘅基因咧就睇到呢個宋朝漢族嘅基因咧，其實係佔咗50% 係佢父系基因嚟嘅。嗱，咁即係大部分我哋而家嘅人咧，其實就係宋朝嚟嘅祖先，男性祖先啊，即係文天祥啊，佢哋嗰啲人咧就嚟咗宋帝昺都係個時候嚟咗啦。咁所以我嘅族譜咧，我家鄉嘅族譜就話我自己係宋太祖嘅細佬，宋太宗趙光義嘅後代。咁當然啦，就唔一定係真嘅。咁但係咧，可能係嗰啲當地啲士兵咧逃難嚟到南方咧，然後就話自己個祖先係顯赫嘅望族都唔出奇。咁但係亦都從基因證實啦，至少有50% 嘅父系基因就係喺嗰個時候嚟嚇。咁啊嚟到可能咧，佢就帶住啲好高啲嘅技術啦，又有武器啦，又有呢個嘅文化水平啦，嚟到呢度咧就同當地嘅男性競爭就贏咗，就變成咗娶咗當地嘅女性喎。咁啊呢個係第一批最主要最大批嘅，而秦朝漢朝嘅血統咧只係佔咗10% 啫。咁即係證明咗咧係溝淡咗好多，因為自從呢個嘅東晉以嚟咧不斷咧啲人係南移南移去到宋朝咧就係中國嘅人口南移嘅最大規模嘅朝代就係宋朝。個原因就係因為咧金人咧就統治咗北方嘅中國喎，咁所以好多北方中國人咧就南渡長江就去咗咧呢個南宋啦。但係問題咧，南宋咧啲發達嘅地區咧，譬如話呢個江南啊、江東啊，就已經咧有好多咧顯赫嘅望族住咗，所以咧耕地其實唔係咁多喎。咁所以當時喺北方嘅移民咧，只能夠去到福建啊、廣東、廣西，人口啊相對較少嘅地方開發。咁呢個第一次大規模宋朝嘅經濟南移啊。第二次就係呢個嘅南宋啦，南宋滅亡嘅時期。第一次就北宋滅亡，兩宋經濟南移啊嘛。第二次就南宋滅亡嘅時期啦，蒙古人咧又統治咗整個中國喎。咁所以即使喺長江下游嘅人口嗰啲顯赫嘅望族，佢哋要避難啊嘛，好似宋帝昺咁就嚟到廣東，甚至乎去咗香港啦。所以第二次兩宋經濟南移咧，就係南宋滅亡啦。咁呢個好重要喎，所以形成咗我哋今天嘅祖先，所以可以解釋到點解廣府話保留咗咁多唐詩宋詞嗰啲音律格律。發音平質全部用廣府話去念咧，係準確咁多嘅。而北方人咧就喺嗰個時候咧，慢慢開始元朝先崛起，就加入咗好多夷胡語，啲夷胡啲胡音咧入咗呢個普通話咧，就係主要係一啲外族啲蠻族所以同我哋今年咧廣府話保留嘅聲韻咧係完全唔一樣嘅。呢個可以解釋到啦。咁但係咧，從呢個李輝團隊嘅研究再解釋喎。本身粵人咧，即係八粵頭先講啦，即係黎族傣族即係或者簡單嚟講就叫藏族啦，苗族呢啲咧，只係佔40% 嘅父系嘅，即係大部分嘅本地男性咧就俾啲北方嘅移民咧，就係慢慢淘汰咗，但係都仍然有40% 父系基因係嚟自本地土著嘅，但係母系就好一致噶啦，母系有80% 係嚟自本地土著嘅，只係得20% 係嚟自北方嘅移民。咁所以呢個就係廣府人咧主要嘅特徵，所以可以解釋咧，即使你今天咧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居住咧，其實大部分咧都係咧宋朝嘅時期喺北方移居嚟嘅父系基因嘅遺留，因為去移居東南亞嗰啲廣東人咧，主要都係喺明清，尤其是喺晚清賣豬仔或者過去呢個橡膠園工作嘅一啲廣東人嚟噶嘛，廣府人嚟噶嘛，所以咧佢哋咧都係同我哋一樣啦，5成係宋朝嘅，1成係秦漢嘅，4成咧就係本地人。咁你可以再驗一驗嘅，到底你父系基因有個比例有幾大嘅咁呢個係第一個有趣嘅地方啊。咁但係問題嚟啦，到底本地嘅八粵人係點樣嚟到呢個華南地區嘅咧？因為我哋都知道啦，而家所有嘅人類啦，嗰個基因咧其實係嚟自非洲噶嘛，喺東非噶嘛，呢個非洲出走説啊嘛。咁啲人係點樣嚟嘅咧？呢個李輝團隊咧，佢又有一啲研究成果嘅。大概喺18000年前左右啦，
咁咧，由於咧喺呢個非洲出走嘅人咧，就經過呢個嘅即係今天嘅東南亞，就慢慢咧就去到中國一帶喎，去咗海南島呢個地方，就開始咧出現咗基因嘅分裂、基因突變，就變成咗咧黎族嘅祖先。呢個黎族嘅祖先大概18000年前，咁然後咧呢啲嘅基因咧，慢慢就開始繼續發生突變咯。然後咧就變成咗咧嘅祖先，由黎族開始發生嘅。而另外一支咧就喺馬來族群，喺馬來族群咧又係由非洲開始出走啦，然後去到馬來亞半島，咁然後呢個馬來亞族群咧嘅基因咧就同呢個嘅北方嶺南人嘅基因咧喺12000年前至1萬年前咧就開始咧慢慢形成一個黑魯族嘅祖先，咁然後咧又同時間咧喺大概1萬年前左右咧變成咗呢個嘅泰族或者傣族嘅祖先，咁又係嗰陣時開始形成嘅。咁然後8000年前咧，廣東嘅先粵民咧就開始進入新石器時期啦。嗰個語系咧就由大概8000年前咧慢慢開始發展到去大概2-3千年前咧就形成咗，所謂白越族。咁呢個就係目前咧基因同埋語言學咧共同咧發現到推論出嚟嘅一啲嘅結論啦。咁呢個有趣啊！呢個就係廣府人。咁好啦，潮州人咧同埋呢個嘅客家人咧又有啲相似，但係又唔完全一樣喎。因為咧從另外一個研究去睇到，另外一個研究咧就係汕頭大學嘅，其實就同李輝團隊咧都有好多咧係交錯嘅地方。咁呢個汕頭大學嘅團隊咧就發現到咧潮汕人嘅基因啊係比呢個嘅八越族或者係比呢個廣府人又唔同。廣府人咧佢哋嗰個基因咧就冇咁北方嘅，好多都係喺南宋嘅長江中下游嘅地方嗰度發生。咁而咧呢個潮汕人咧就更多係中原漢族遺傳嘅基因，係更多係嚟自呢個嘅今天嘅山西省同埋河南省一帶嘅人。咁同呢個嘅廣府人咧，主要係嚟自所謂嘅荊楚或者係嚟自呢個嘅長江中下游嘅地方咧，係有少少唔同。我哋係比佢哋北方一啲嘅潮州人。而客家人咧就所謂荊蠻，就其實咧就喺當年嘅楚國，就係今天嘅湖南湖北，主要係湖南一帶嘅人啦。再南遷，所以咧佢哋又再南啲嘅。如果你從睇地圖就知啦，嗱，潮州人咧就係相對北啲，喺中原、喺河南、山西一帶移居嚟呢個嘅廣東。而廣府人咧好多都係長江中下游咧慢慢移居到嚟呢個廣東。而呢個嘅客家人咧就喺呢個嘅再南部一啲楚京一帶，就係呢個湖南一帶咧再移居嚟呢個廣東。所以佢哋本身就係當地居住長時間嘅人嚟㗎。而當然廣府人頭先所講啦複雜啲，因為如果秦漢嚟嘅，秦漢嚟就中原一啲噶嘛。咁頭先講嘅就係宋朝嚟嗰啲，就主要都係長江中下游嚟。咁呢個咧大家係明白啦。咁由於基因嘅唔同咧，潮州人嘅基因咧就更多嚟自中原啦。而一啲遺傳病咧喺潮州裏邊咧都見到有一個好明顯嘅分別嘅喎，飲食習慣有一分別。潮州人咧就較高咧係有呢個嘅食道癌嘅人群嘅風險咧，潮州人係比起廣府人同客家人咧係高一啲嘅，就因為呢個係以前咧中原人啊嗰啲基因咧遺留出嚟嘅一啲嘅特徵嚟嘅。咁所以呢個係完全唔一樣。咁所以你見到啦，呢三大嘅廣東民族咧，潮州、客家同埋呢個嘅廣府咧，都係嚟自北方嘅移民，但係咧就係嗰個族群本身係有啲唔同。而廣府人咧，即係講廣東話嗰啲廣府人啊，咁啊就係三次，第一就秦漢，第二咧就係宋朝嘅移民，秦同埋漢同埋宋朝三次嘅大移民就嚟到我哋嘅廣東。咁啊利用呢個嘅軍事嘅力量、經濟嘅優勢咧，就排斥咗本地嘅八越嘅男性，就變成咗主導。所以咧，我哋只係得40% 嘅父系基因咧係嚟自本地，而嚟自移民嘅就係有60%。咁呢一點咧，亦都係無可奈何啦。咁而家咧，隨住時間嘅轉移咧，尤其是最近呢20年啦，北方人咧越嚟越多喺呢個廣東省、深圳啊、廣州啊居住。咁啊，加上教育政策咧，就令到廣府話咧慢慢開始式微。學校咧就唔容許講廣府話，而屋企咧慢慢都唔講廣府話咯，變成講呢個嘅普通話。咁啊，加上通婚啦，因為跨省嘅工作，咁啊廣府人咧同埋北方人咧不斷咁通婚，咁變成咗可能咧
呢一代嘅基因咧係最後一代嘅基因嚟㗎，慢慢下一代100年後再研究呢個課題咧，又變成另外一次咧基因嘅一個重大改變啦。咁呢一點亦都相當有趣啊！咁而東南亞亦都係啦，東南亞嘅移民群體咧，慢慢同當地人通婚啦，馬來人同埋呢個嘅華僑通婚，或者係海外嘅華人、福建人同埋廣東人通婚好平常啦。咁但係咧，而家隨住越嚟越多大陸人又移民去馬來西亞、新加坡，又同北方人通婚咯，同洋人通婚也好，咁所以整個東南亞個族群咧又會有唔同嘅基因發展。咁但係咧，從呢個資料去睇，如果你做自己組員測試咧，你就發現咧，你同埋越南人嘅基因咧，或者泰國人嘅基因咧，好多好相似嘅。馬來西亞其實就係從今日嘅研究可以解釋到俾你知點解會係咁樣啦，因為大家都係8月嘅子弟。8月嘅子民，咁呢個係咪歷史上嘅漢族炎黃子孫咧？因為咧黃帝就打蚩尤，所謂征三苗呢啲地方咧，其實都係嚟自中原嘅，就唔係嚟自8月嘅。咁而到底我哋粵人係咪真係炎黃子孫呢個話題咧？從基因研究咧，起碼有40%我哋嘅父系唔係嚇，咁60% 嘅父系係，40% 嘅父系不是，咁所以但係母系咧就80% 都唔係喎。所以整體嚟講，我哋係咪炎黃子孫咧？呢樣嘢係可以有一個問號嘅。咁當然呢啲就會被稱為歷史虛無主義噶啦。咁 anyway 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希望大家俾個 like、subscribe、share。OK， 收費平台 Patreon 咧，仲有更多嘅詳細資料，有獨家文字內容啦，同埋有近代史嘅課堂。以前咧有中國經濟史同埋中國史學名著嘅課堂。我預計咧開完呢個中國近代史，可能會開中國現代史啦，然後就會開香港史。咁我同步咧就會開始撰寫我嘅香港史。我教完書之後咧，我就會檢討嗰個香港史嘅課堂內容，然後就會將佢寫成筆記咁成為一本新著。咁呢個就係我長遠嘅宏大計劃。但願我嘅體力係能夠支持到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鼓勵支持。咁join呢個收費平台 Patreon，用 VIP 會員咧，如果用年費訂閱仲有 discount。多謝大家，今日講到呢度，拜拜。